主要皇上关心呀。每一次拍那种大场面的时候，就真的像宫里面开了茶话会一样，就各种聊天。用完善之后，便去为你纵情祈福。哦，不是我，看错了。皇上特别爱聊天，但是就是属于那种平常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然后就默默的别人说到什么，他就偷偷的笑，然后我们就老说他在旁边捡乐的那种人。私下我不是叫白蕊金吗？他们又给我起外号叫白切金，那他们还有海兰叫兰兰，那个高新月叫月月，皇上叫上上。说兰兰你在哪里？绿绿你坐哪里？就现场其实是很好玩的。我在宫里时间长了，有的时候拍完戏，我别的朋友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说，比如说什么，甚好，我说若是怎样就怎样。我觉得《如懿传》台词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用语了。那天我问他，我说：“哎，玉云姐姐，那天韩香见来了，跳那个舞好看吗？”他说：“哎呀，好看，特别好看。”我说：“怎么跳的？你给我学一下。”哎呀，跟你跳啊，就可美了，就这样。我觉得红狗，为什么是红狗？感觉出来的声音就是狗吗？哎呀！哎呦，想出来特别搞笑，怎么那么搞笑？我到现场就是真的管不住自己的嘴，你会发现太后一直就是在吃开心果，虽然有的时候也会偷吃其他的东西，就是想要把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就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搬在桌上，各种零食，各种小吃。哎呀，你们前底里的好姐妹，你想的纯属是李纯是吧？李纯还没出来呢。我承诺跟前面哪有？哎呀，都要念完了。是绿，跟他说。挑战，我觉得可能整部戏所有人都是一个挑战，就是台词特别的拗口。如果很多人的名字和职位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记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些人名真的很要命，什么科尔沁的寨桑根敦大人，就这种就是你就绕了半天，包括嘉贵妃、嘉贵妃，就很容易就说嫖。开始。皇上要将孝宣皇后东巡时所居的大船清确运回京中保存。预备，预备，预备。而且每个娘娘又每个时间段她的位分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常在，有的时候是贵妃，有的时候是妃。哇，我记得她是嘉贵妃，结果明天拍的戏她又变成嘉妃了。我说到底，因为每天拍戏也是乱的嘛，就会真的这个很难记。而且皇后经常要所有的人说个遍。对，然后就会在记名字上面就一直在不停的去看他这个阶段叫什么，然后还要记住啊，他现在是常在啊，那个是贵人，对，就是稍微累一些。传皇上口谕，4阿哥永成早已成年，命即刻出居宫外府邸，无事不得入宫。就刚开始压力非常大，就整个状态就集中不了，就是很多东西要去想。我经常会因为说我晚上这个词背不下来，我会哭在屋里，我会哭，我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我说怎么办？哭完以后打完电话还吭哧流着眼泪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内心变强大了。多少题？因为演员就是这样，就是你哪怕看了1万遍的剧本，我觉得你没有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你没有去跟你的对手演员去演戏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停留在一个想象当中，就是你还是不能让这个角色的灵魂真的是住到你的身体里面来。尤其拍得很累的状况之下，有时候会力不从心，那个是会让我再重新归零去检视自己的。1、2、3。我们在片场就是会相互的拍照啊，跟君令姐、君美老师。太后穿越很花样。后女人是谁？取不开。那大家
后期的时候在现场就会变得有一种摄影社的感觉，就不拍的时候，啪，每个人专业相机都拿出来，桌上都在比专业的，然后一拍的时候就赶快收下去，然后我们就会分享照片啊，咔咔咔咔咔，然后我们那天开玩笑说，我们戏里最不缺的就是剧照师。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所以我希望的是，这一段人生经历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独特的位置。那它对于我来说也是。好玩的事情，我觉得太多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种苦中作乐，大家都会自己就是创造一些乐。8个月不是8天，这人都是情感。在这一部戏里，我觉得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将来我回忆起来都会是很美好的记忆。朝夕相处，哭啊、笑啊、闹啊，都在一起，还特别舍不得。我们之间是存在革命友谊的嘛，所以其实一起奋斗了这么久，然后有那么多好笑的段子，然后又一起淋过雨，一起就是长途跋涉过，我们又去坝上拍嘛，然后也一起经历过风沙啊，其实这种都会有一种情感上的不舍。其实这部戏印象最深的，我觉得拍的不是戏，拍的是心态，像上了一个学校一样。我觉得比任何的表演学校都有用吧。真的不想杀青，我就是想能再多学一点，或者是能在戏里戏外啊得到这些情感能再延续，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这8、9个月，大家确实好像生活在这个宫廷里面，然后不管是私下，都会带有一些戏里面的感觉啊。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往后会很怀念的一件事情。每个女人在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华彩篇章。我每个嫔妃都不管多恶，都拍特别美，多元化的塑造了女性群像。那我觉得女性自觉的意识是很多人在追求当时入宫的动机，同时感觉到了这种悲剧性的力量，因为他们想获得的东西其实都实现不了。说，你这样是看不见西方殿的，看不见也得看啊。儿子是为娘的命。就是这个女人真的是很可怜啊，又没有男人的疼爱，然后唯一的指望孩子又被皇上唾弃啊，甚至出4。对啊，对，所以很悲哀。曲有误，周郎顾，蕊姬绝唱。奕欢第一次见到皇上那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了一场烟花，因为奕欢他在讲说，这烟花虽好，也是热闹，但若做人都只能像烟花一样，热闹了这么一时就要回归寂寥。我就觉得听着这句话好像白日记啊，就只有一刹那的光芒，什么都没有欣赏。奕欢是一个绝对，他就是爱乾隆。从他见到他的那一刻起，他爱他的那个东西就是很真实存在的，所以他不能够接受梦破碎了这个事情。最美的是西月了，是吧？风笛在他眼前那种啊，那个弄一个孔雀在他旁边，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笼中鸟的一个概念。他突然就觉得他活着这一辈子最后那一点希望都破灭了。所以后来他也开始要把兰花拉下水，要去告诉皇上兰花这些罪行。今生的事还未定，皇后就想着后世的因果，难怪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喊着一报还一报。没想到皇上在他临终前竟然还在就逼问了他，就是留不住了。皇上，对于皇上的失望，但是呢，即便是失望，在他心里面，那皇上还是他的丈夫。皇上，皇上。金元的死在前面梳他的头发，然后一点一点的。他这么多年一直坚信的东西全都坍塌了，不只是从世子那儿，还是乾隆那儿，这个人绝望了，到最后来都像个笑话，像个骗局一样，自己像个傻子一样。主，喝汤了。
其实魏嬿婉她的智商、情商双商都很高，因为受尽欺辱了，所以后面有报仇，各方面的情绪压制自己，一步错步步错，没有回头路。但是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为她流泪了。我觉得嬿婉很可怜，有时候很可恨也很可怜。我说拍这么多嫔妃的死都挺漂亮，但如懿的怎么死我一直想不好。如懿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怨恨，包括她最后要烧掉自己所有的东西，跟这个后宫脱离掉各种关系，她不留一点痕迹。就是她走得很安静，她已经把她该做的事情做完了。皇上，懿坤坤娘娘轰了。如懿的离世是让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太复杂了，有我自己的自责、内疚，还有太复杂的东西在里面了。还有我再也回不去了，我再也回不去跟她那样的时光了。因为人生总有遗憾，反正他也在宫里，他也出不去，我晒着月亮我就走了，不挺好？对，所以其实他不是我不觉得他是很悲剧的，他很好，我觉得他就是他是一个善终啊。对，他离世以后，每一个人在城楼上面，那个情绪很复杂。我之前也没有那样演过戏，因为我们拍了那么长时间，我们经历太多事情了，到那一刻发生的时候，你真的是不能接受的，也是非常非常痛的。臣妾只希望和皇上长长久久的，能多长久就多长久。臣妾总和皇上在一块儿。我很庆幸我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我体会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的一个喜怒哀乐。哪怕是一个世人眼中失败的皇后，不成功的妻子，一个深宫中的落败者，她身上也有着非常美好闪光的一面。她做着那个时代很多人不敢做的事情，自由、自在和追寻。坚持，而《如懿传》可能更多的探讨的是人性，没有绝对的好人，没有绝对的坏人，就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就心无执念，就他在就珍惜，不在了就让他好好的在。这部戏所有的演员都尽了所有的力气，我觉得那就够了，那就够了。我觉得《如懿传》它就是《如懿传》，独一无二的《如懿传》，能让你静下心来去欣赏的一部戏。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娓娓道来，我希望观众来做一个爱情文艺片来看。以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现有的美学追求，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凝结着我们心血的一个独特的电视剧吧。我觉得昨天他们很细心，就是安排了这个戏。然后导演也很好，就是把我跟他的画面放在最后一个镜头。原来想会很兴奋，对啊，无数次的想过杀青那一天，从开机第一天就想，真的杀青了吧，又五味杂陈。我的感觉就是一起奋斗9个月，像战友一样的那种感觉，其实也蛮特别的。《如懿传》今天终于杀青了。不说了，一说又得掉眼泪。哎，我昨天要杀青嘛，看到那个上面写张嘉宁杀青，我就想哭，就是不想在大家面前哭啊。这样如果你哭的话，每个人看到大家都会很难过，所以我们都会就是压抑住自己的情绪。突然觉得要告别的时候，你会真的有这种不舍，多年没有的这种感情了。
杀青感言，我终于杀青了，终于拍完了，我终于不用演坏人了。其实真的还挺舍不得。你就会有一种失落感。有些经历，其实你人生中只会出现一次。因为这种默契度啊，真的是很难得。虽然故事精彩，这个大家也都合作得特别好，依依不舍，但是待在宫里，衣服太沉，头饰太重，规矩太多，还是宫外见吧。一部戏结束了，然后最后一个镜头是凝结在帝王夫妻最幸福的那段时光，很多人看了哇，好有触动啊。我想就是艺术的拍摄其实是一种不断的情绪的情感的凝结。当然，毕竟就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所以还是挺高兴的吧。其实我们不能拿现代的女性去看待浪花，她毕竟是一个传统女性。浪花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就是有一场皇上生了疥疮，我去养心殿照顾她，我觉得浪花没有机会让她表现深深的爱皇帝的这种戏份。皇上，你醒了。就一说完那个话，我就哗眼泪就掉下来了。只有那样的清醒，观众才能知道兰花爱皇上有多深。我觉得我的母亲是想要得到爱，但是可能种种客观的因素导致她不能，她必须要取舍，要放弃。皇上，你很久没有叫过臣妾的名字了，你还记得臣妾的名字吗？就在这么一点点细节里面，他才会体现出这个女人对于这个男人，她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寄望的，但是她也知道，她这种寄望就是少的太可怜了。越想拥有它，越想得到它，你就是离那个东西越来越远，不要太执着。越想要事事如意，越是不能把握住很多的事情，到最后全盘结束。皇上。把永璜托付给你。臣妾多谢皇上。苏丽云其实是先帝指给皇上的，就是说这个女子善生养，她的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吧。她也知道皇上没有那么宠爱她，所以她也知道她在这个宫里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她的孩子。我朝一直有立贤之说，永成年长出色，有机智的嫡子年少无知，只怕太子之位就归了永成，我的日子更不好过。我觉得他对乾隆是有很大的畏惧心的，所以我觉得他在皇上面前是小心翼翼的，所有的说话、言行举止，其实都是在讨皇上欢心。是真的，我公主。自从臣妾成了何家公主8年了，终于又有了一位公主，臣妾恭喜皇上。苏丽云本本分分的是吧？过日子型的，她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奢望的。贤妃倒是爱吃酸的，不如臣妾给她送去。要送你自己送，不必告辅朕。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乾隆的，因为乾隆又很帅，又很风流倜傥。但是苏丽云是属于那种，我虽然很爱你，但是我也看清楚了你其实对我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也就往后退，就是安于这样的现状去维持这样的生活。本宫还以为贤妃宫里春色调和，仪式也不大，皇上自会告诉你知道。我觉得前期乾隆还是很喜欢高熹月的，因为高熹月是宫里弹琵琶的一把好手，皇上又特别爱听琵琶。然后高熹月又比较会撒娇。那皇上这2个月有想着臣妾？你猜？臣妾不猜。自然是有的。进宫以后，他每天都是在想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心，能多得到皇上的宠爱。
他最后觉得皇上对他是最重要的，比他自己都重要。大白跟现在的相处完全相反。那个时候也是高希月特别想生孩子，然后去保住自己的地位。皇上虽然是也很宠爱希月，但是我觉得他只是可能面子上要过得去，有可能是单方面，就可能是希月对皇上一往情深。那场戏，当我一直在等他，大概将近4年吧。我原来以为就这个我深爱的男人来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男人眼睛全是冰冷的，是陌生的，他已经不是来跟我谈感情的了，就实在没办法，最后来跟我见这么一面吧。我觉得他整个心都凉了，他还是对皇上抱有一丝的那个希望跟幻想吧，但是皇上没有帮他，一句都没有。他突然就觉得他活着这一辈子最后那一点儿希望都破灭了，很撕心裂肺的一场。臣妾谢皇上。车婉英是一个非常简单、脸皮非常薄、很害羞的一个女孩。你来这半日，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啊？臣妾笨嘴拙舌的说了。我最喜欢的是有一场戏，就是皇上爱上相见了，然后呢，有一天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看着相见的寝宫。然后这时候那个如懿走过来了，她说：“你在等皇上？”我说：“是，也不是。”我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皇上的那种心意，可能皇上都不知道。”俊姐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告诉皇上？”我说：“没事儿，喜欢他放在心里就行。”觉得就还挺打动人的。婉英是那种你在他身边，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就是爱得太深了，反而会很难去表达。臣妾只希望皇上能够看我一眼，就多让脸。就是我爱你跟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只是我内心一直爱着你，不论你做什么我都会爱你，甚至说我为了要安慰自己，我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充实自己内心，比如画画呀，比如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儿呀，比如说我心里想着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只要皇上开心，那我就是最大的满足。孝亲皇后做的一切，朕甚是感激。朕看得出来，你是个有心人。臣妾平日里没什么能和皇上分担的，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其实这是爱的最高境界，不是简单的粉丝对偶像的喜欢，而是发自内心的、很深刻的一种爱恋。就是我只是用我的方式默默地爱着你，我爱你的所爱，爱你的所痛，爱你所有的一切。曲有误，周郎顾。白羽居是怎么样吸引乾隆注意？他弹琵琶却故意弹错。有个音错了，是谁啊？是奴婢。自己大胆的跟皇上接近，成为了乾隆他那个登基以后第一个的新人。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姓白，名蕊姬。为什么他选择白羽姬不选择高希月？因为高希月棋艺很精湛啊，他根本就不需要乾隆来点拨。乾隆喜欢这种自己能够点拨一下的这种心情。你这弹的是胡笳18拍吧？皇上好。他这个时候他肯定心里面就是会觉得，哇，我现在很得宠，我恃宠而骄。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做的一切，人家会觉得他很傻。后期不就是他嫌弃我生了一个怪胎吗？就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得宠过。梅嫔的梅跟没有的梅放在一起是一样的，因为最后他死掉，皇上并没有给他办任何的丧礼，
那只是白布一裹，所有的人都忘了我，感觉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像奕欢啊，他对皇帝的那种痴情，他是真心的爱，粉丝般的那种。自从我第一次见到皇上，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靠他那么近。如今真的能在皇上身边，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其实我在这众多的婚姻关系当中，我还是最喜欢奕欢的表达方式，因为我觉得他很真实。他先是崇拜皇上的诗，崇拜皇上博学，再到看到皇上的样貌，对这个人的爱就更完整、更立体了。那个之后就一辈子也没改过。你说他这个一见钟情那一刻起，我记得导演跟我说过，说奕欢是一个他一辈子一直到他死的那刻，他只要想起他第一次见到皇上的场景，可能他都会哭的那个人。乾隆就是他的梦，是他的神，是他的一生啊。开始。一直到他孩子死之前，我觉得他在宫里的生活，他的心情都是幸福的。奕欢最在意的就是他的这个梦啊，就是乾隆这个人。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然后很直率的，是一个在感情上有洁癖的这么一个女人。所以她不能够接受梦破碎了这个事情。皇上嫌你是内科男，我是太后的人，所以他给你喝的是砒霜酒。因为我觉得其实韩湘剑就比较特殊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也是非常传奇的一个女子，她相信真爱吧，因为她内心有她最爱的韩琦。自己心爱的人没有了的时候，她也想着就是要自杀。但是他又在湘剑和韩琦的感情里面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和弘历。你若是说这些的话，本宫并不懂的。本宫并不上的是在那一刻，可能给了他一种力量，多了一个精神上的依靠吧，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一种了然，一种知己。你可想好了，这一碗要喝下去，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到后来为了保留他内心对韩琦的这种思念，或者说是对他那份爱的虔诚忠贞吧，他就愿意永远不要生孩子。孩子是要跟自己心爱的人才可以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晶，所以我不能跟我不爱的人生孩子。你耿直的性子，真是想尽了从前的如意。是吗？那用不了多久，皇上就会像嫌弃皇后那样念起臣妾。韩湘剑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她对自己爱情的追求，我觉得可能和现代女性是比较相似的。现代女性可能会更加追求自由一些。臣妾问皇上安。你都跟着那么久了，怎么见了朕，还是那么怯生生的？我觉得海兰是属于那种我要收起我所有的这个棱角，然后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她对皇上也没有太深的感情，她不像就是其他的女人。她其实就明白宫中的那些感情是这样的，她会一个一个来新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投入了，你爱了他，你就会受伤的。尽忠职守。
后宫很多人是对皇上有情的，但凡有情就会计较很多事情，反而没有情感的人不会干扰到他的情绪。他算是众多妃子里面就是理解他蛮理解乾隆的人，那但是他不会跟着他对着来，那很多事情他会用他的方式去处理，这样。那所以乾隆也理解他是一个特别明事理的人。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对乾隆有情的。我觉得有点互敬互重，就是相敬如宾的感觉，对。但是我不爱他了。我喜欢海兰，因为我做不到他那种境界。他对男女之情是看得非常的通透、明白，从来不抱有期望，他就不会失望。他是自己本来很软弱的，但他为了如意，他可以改变，可以自己坚强起来。其实，已经超越了姐妹，比亲人都还亲的那种。海兰是对如意的情，他帮如意做这么多的事儿，出于情。互相知道为了对方，就是对方做了一些事情跟自己一样，然后如意知道海兰是这样子可以冒死去救他的，我觉得那个信任感是非常坚强的。海兰是因为我跟如意是好朋友，然后也帮过他跟如意，所以也会把我当成朋友。其实我跟凌云彻中间又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其实会有一点点小吃醋的比较。我觉得只要是很好的朋友，只要是人都会有那一种心理上的难过。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讨论，到底说如意跟凌云彻之间的感情建立是在什么时候？凌云彻对如意呢是守护、懂得、关心，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凌云彻，你还是收下这鞋垫吧，我缝了2个晚上呢。我是想多谢你的救命之恩。看到凌云彻在冷宫对他那么好，救了他的命，你说喜不喜欢他？我觉得喜欢，但是是什么样的喜欢？你对对方，你是可以安心的信任的一个人，所以他对如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意对凌云彻有没有爱情？我觉得没有。对于如意来说，凌云彻就是一个在他绝望和低谷的时候陪伴他的人，他的爱情永远是属于少年红利的。他从小是个冷静的人，他知道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去有这个念头都没有，就是说到不了的。对，我对你是这样子的。在帝王家庭、帝王家族又是这么一个特别极端的环境啊，他们彼此把这份情感已经变成了一种信仰，无论是世界上的堆积，还是岁月上的累积，在增进感情的过程当中，还在克制自己。这回啊，不要像上回那样整日喝酒一直消沉，像这样的傻事，做一次就够了。为同一个人伤心2次，确实不值得。魏延婉都知道为自己打算，你也该为自己打算。微臣谨遵娘娘教诲。这就对了嘛。在控制情况下还在相处，在互相扶持、互相照顾，长远走下去，到了那个点，它就是一个超越男女的这么一个情感，所以一直到一生的结束，它都是一个默默守护的过程。我用云这个字表示他的感情是远远的、高高的，不能落到身边。我的期许只是希望他平安就好，顺遂就好，看淡一切。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回头，都会看见我默默的在为你打这把伞。就是很多爱慕之间其实是可望不可得的，你只要远远看着他就好。还请皇上恕罪。到底是你救了皇后母子，凌云彻，你救护皇后母子有功，赏黄马褂1件。皇上因为这件事情他也不高兴了，他觉得你为什么要那么拼死拼活的去保护如意娘娘，他有吃醋。
因为爱一个人一定会为他吃醋的，所以我也有告诉凌云彻，你小心一点，不要再这样了。还有一场比较典型的戏，当我被阉掉，凌云彻被阉掉变成太监之后，第一次跟如懿见面，我把凌云彻带到玉坤宫，跟如懿说，哇，这是皇上赐给你的礼物，其实很讽刺嘛。而且什么原因之前已经有了，皇上心结在哪里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经历了基本上一辈子了。我说你我之间又有一种心灵相通、超越男女之情的那种情感在那里。那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刚好我在监视器边上，我特别想看到那场戏。一开始是有人在，镜中什么在，然后说啊，娘娘，就是你看，这是新来伺候你的太监。我跪在那儿，含着泪看着，甚至是傻了，看着我。训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眼神。拍他特写的时候，一开始他是很收着，没有多大的表情。他眼神刚收一点点，我立马就卡那个点。我说多谢你，就磕头，他哗，就完全是控制不住的那种。我本来训练就比较性情，然后他一旦进到那里面就不行，那一下就不行，就崩塌。若干年之后，他无意当中在御花园看见我，找了我的凌云彻，两人就是流着眼泪看着，笑着，就含着眼泪笑着，看着对方。他说你好吗？我说好，一切都好。然后如意呢，听出来了那个假话，当真话听，就这是最酸的。我说只可惜来年天寒风雪时，不能再为皇后娘娘摘一枝梅花相送。既然我们不可以在一起，我又那么爱你，那我们就超越男女之情，我就守护你。奴才告退。你保重啊。如果说问我这个戏的主题，我觉得是逃脱，或者说是要挣脱某些东西，其实就是挣脱后宫的高墙，挣脱有形的婚姻和无形的情感对人的束缚。如懿也好，弘历也好，乾隆也好，我觉得每一个人，哪怕是小小的宫女太监，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他们可以选择，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愿意生活在红墙底下。大家都到最后其实都是走向了孤独的结尾啊！如果我们把人身上的某一部分的社会功能放大的时候，其实是对人性的全面抹杀。我觉得这个戏可能更多的是一首挽歌，是一种帝王爱情的挽歌。帝王的婚姻当中，没有人是有可能幸福的。我们在这部作品当中，一定有对当时制度的批判，就是这个戏剧的悲剧所在。我小时候读的时候觉得惋惜，但是现在懂了，因为人生总有遗憾。就是因为爱，因为情，无可厚非。我觉得普通的爱情是取暖，那咱们讲深层次的爱情，它是开triển。夫妻之间除了情爱之外，更多的是一种依靠，才能支撑下去他们走很远很远的路。平平淡淡的，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在清宫注定更多的是悲剧。即便是失望，在她心里面，那皇上还是她的丈夫。你们本来可以在外面是可以自由飞翔的，但是为了让人观赏，被人剪断了翅膀送到这儿。皇上这么多年，臣妾心里非常明白，你未曾对臣妾有半分珍惜。不过没有关系，但臣妾呢，也从来没有对你有珍惜。我觉得那个瞬间，他就明白了很多事情，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勇敢，必须做很多决定。真好呀！我说只可惜来年天寒风雪时，不能再为皇后娘娘摘一枝梅花相送了。预言如果有来世，一定不要这样活，是找一个一心一意的人，哪怕做个平民夫妻。我看到他的梦到了一个顶点，可
可是我就知道他明天就要碎了，我就觉得特别心疼他。就是人太渺小，你改变不了整个时事命运的东西。我小时候读的时候觉得惋惜，但是现在懂了，叫花开花落自有时。这个戏真的是道尽了这两个人的一生，一辈子。如懿是很向往爱情，她对爱情的那种感觉很纯粹。皇后是皇上的正妻，所以皇上和皇后才能一同入画。宫廷后宫，它很华丽，很奢靡，但是真正每个人的心酸。可能我从小就在想，那我能不能喜欢一个人就一个人呢？他当时肯定觉得自己疯了，你知道吗？就是怎么可能跟大家都那么那个。我们那里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妻子，并没有钱。就突然老师您跟他说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么想没有问题啊。这时候如懿就觉得，对啊，为什么不是像国外那样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这样两个人其实多相濡以沫呢？白首偕老多好。我们这部戏对于女性的解读，其实如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嘛，不管是女性心理的情感。还是女性生命的体现、价值的体现，包括她其实对，男权社会她也有一些质疑的。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没有任何妾室呢？朕看你是傻了啊！怎么老想着郎世宁的闲话？宫中的生活呀，我觉得像牢笼里一样。我觉得像《如懿传》里面的女性。高墙里面生活的人，他对他人生当中的选择，其实不够现在人那么多。贤妃娘娘，请上轿。既然是走着来的，咱们也走着回去吧。如果你没有独立的选择生活的自由的话，你怎么可能去追求到幸福呢？他敢于跟乾隆皇上提出这样的一种质疑，我是觉得是在封建社会很难得的一种自由平等。可以说《如懿传》是她的如懿精神吧，女性的一种自我发现、自我成长、自我觉醒。因为她太想拿出这点情感，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是很无力的。不要痴迷在爱情当中吧，不要把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中秋已过，是非已平，只有心无执着，清净自在，所有的尘埃都侵扰不了你。他话里话外都在点拨这个如懿啊，告诉她就是放下一些执着的东西，然后心要清净自在。我觉得心无执念这个东西是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去累积、去练习的。我想我这个角色除了在这一个阶段可能有一些制造一些矛盾、一些戏剧冲突以外，可能也是给如懿这个角色在思想上把它拔高一些，然后给她一些更大智慧的提醒。皇帝和皇后怎么都不作声啊？这戏怎么样啊？他们俩的婚姻究竟在什么时候破裂的，或者说他们俩感情在什么时候断的，可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环境跟身份跟各方面的不一样，慢慢的这个距离感就越来越大了。我觉得她其实更多像现代女性一样，我只是把你当做我的丈夫来看待，我并没有想过就是说在你面前去做一个低你一等的人。她其实很追求感情里面的平等与尊重。我觉得观众会和我一样目击着如懿的整个的演变和皇帝的爱情从有到无，从无到有吧。你不是说做朕的皇后厌倦了吗？朕今天成全你。金宝，将乌拉那拉氏带出去，收回她的皇后册宝。其实有很多读者跟我说，能不能就是改变断发这个结局，因为实在太凄惨了。那我觉得一个人物他本来的结局是怎么样，我不想强行去给他安一个非常美好、看起来大团圆的结局，所以没有去改变它。说这个皇后呢，她突然自行断发，
就是把自己头发给剪掉了。他说这样的事情呢是满人他完全无法接受的一个事情，这是非常的一个不能合乎这个礼仪的一种表现。所以呢，他这个不能母仪天下，这才让大家知道中间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些变化。这个我觉得如懿她是没有想到她在那一刻会断发，她是吵到那儿，吵到那儿，吵到那儿，哗就断了，然后那个就开始想这个事儿要怎么办。对感情的失望，对他眼前生活的失望，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改变整个环境、整个社会，他做到的只能是坚持自己。你看，一个人一生都在向往一段情感，一生一次，心因一动，他的生命最核心的一个点。他在寻找，他也积极争取，但是后来发现，他所想象的东西和现实，他是分离的。他和皇帝要去经历的，就是他跟皇上说的那个来因续果。最后就是如懿来讲，就是对什么都没有无恨吧。你的选择，他的选择；你的变化，他的变化，就到这个地方，他自动就解了。这个不是一件伤感的事情，而是你跟这个男人有一个非常完整一个融合的过程。就是两个，其实到最后，我觉得一个戏就像画一个圆一样。备，开始。第一个镜头我都想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拍皇上哈是这样，我跟摄影师说这样到那儿。焦点在胡尘这儿，然后焦点一变了，透过胡尘他的行为。当时拍时候还挺兴奋，但是呢，第一个镜头拍完了呢又很沮丧。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让你绝望是吧？我们那么长的一个戏才拍第一个镜头。合算你在上头过去，你也是，你也有罪啊，跟你说了，你还说是张是我从艺以来拍过最长时间的一部戏，基本上经历了春夏秋冬。从穿短袖、穿小裤衩，女生穿裙子，到这个最后我们捂着军大衣，再到后来我们又开始逐渐把上衣和这个秋裤、保暖裤都脱了。其实就是在精神上，因为时间太长，起初的激情呢会慢慢的会被消磨，但是呢，我们这样的工作呢又必须得保持这种激情。停，没更好，停，更好。从来没有过一次就是说，哎，可以松懈了，可以放松了，可以休息了。那个不用你说了，那个谁说你说最后一句报上去就行了，预备。包括对剧本啊，包括对演员的表演上，有时候不那么顺的时候，蛮沮丧的。停。自我的一个调节嘛，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的难度。我还是一个蛮有耐力的吧，我觉得还行。说再来2月，好像也还能拍。停，好，过了。好，行，过。他走过来后，他走到这儿，看这个这距离这个。行，好吧，那就在这儿了。我的风格呢，我是希望在现场能让所有人感受到的气氛是轻松。张哥，你要演什么？张哥？我要演那个乳母嬷嬷。所有人放松了，才会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能量。国浩，来。哎，我去，看我老公快杀了我！今天这么多人，为什么来这么晚？如果说人生1年1部的话，我觉得他最起码他是让我往前走了5步。这一部戏，你就往房堂那一走，就放那边去。苏联为了年轻人就炸给了。因为《如懿传》，我结了婚，我有了孩子，写《如懿传》。拍《如懿传》就是又新学到了很多东西，每一次接触不一样的人，也会接触不一样的演员，从他们当中去感受到一些你觉得好的东西，那你就留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是吧？就做一些沉淀。我觉得咱们这个所是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就是对工作一丝不苟。这一点，我挺感动的。我从剧以来拍着时间最长、最严谨的清宫剧，相当于我们是感受了一个朝代吧，是从方方面面各个细节来了解清朝的这种衣服的这各种样式啊，然后它的工艺啊，然后还有它各种细节的东西，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非常难得有机会这样系统的来学习，来感受这样一件事情。大家能够通过衣服、通过造型，能够看到
这些后宫生活的喜怒哀乐，就是这么多细节，这么繁琐的这种工作量还是值得的。那个衣服摆在那，就真的像一个艺术品戳在那儿一样。所以说，我们想要这种感觉。有一些就是观众啊或网友啊，他们就是说设计的这个造型呢，是他心目中的那个角色，或者说他们觉得很美，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一开始你是想象的，然后你见到本人的时候，你把它整体造型都做完之后，这就蛮开心的。跟杨叔合作就是我喜欢跟着他，因为他给人感觉就是永远就学不完东西，每次都有创新的。阿叔每次跟我们说，就是你爱护衣服，就相当于你爱护这个演员。这应该是我10几年来最大的一次挑战吧，真的也了解了不少。细的去绣它，新娘找那种清朝的服装也改变了现代的一些理念。我觉得组里主创部门啊，他都是一个特别较劲，自己和自己较劲，完美了还要更完美，就是这种追求。最大挑战其实可能是我自己克服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这个难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要考验我自己对清这300年的历史当中，我自身的文化的一个积淀。和哪些东西我无法逾越的地方，我能找到一些更适合我自己的一个表达，可能这个是特别困难的。最大的挑战还是找到一个属于这个戏的独特的一个美学观。只要完成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要求，这是唯一的衡量标准。这个基础就是大家对于美的感受力很接近，它这个美学原理非常的相近，彼此沟通起来很容易就达到共识，那这就是顺畅嘛，默契。人生的正八经的第一部轻功戏，从完全没概念到现在，我觉得是一个信息量非常大的一个储备。这里的酸甜苦辣这里付出以及回报挺多的，真的是可能要聊这个要聊好多。我们的道具兄弟们还是比较心灵手巧，又很辛苦。他们都很夸我们的道具做的饭很好吃，那个宫廷的点心啊，一道一道。备，放，走。1、2、3，拉远。对，基本上咱们做的菜都可以吃了，都是我肯定会保证它的新鲜度。其实我最想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呀？就是一种家的感觉。印象最深刻，我就觉得拍关机那一天，我说哇，《如懿传》也可以关机了。对啊。终于关机了。弟兄们的配合，以及自己对自己的又一个成长，牵扯到很多东西，弄一个完美的结局吧。经验就是以后我再也不认为外面什么戏是个大场面的戏有多难拍了。凤船位置再往前，兵船在龙船的两侧。当这个镜头拿到手，从无到有，这种成就感，就是对制作人员他是一种内心的一个满足跟愉悦，更认识到自己原来我还可以扛这么久，或者说是专注这么久吧。我们的器材已经基本上接近电影了，算是比较值得花本钱下去的了。不好了，我们家贵人见当红了。轻功戏现代的声音不能有，车声、喇叭声、人声都不能有。条件呀，需要比现在需要苛刻一点。你要知道，在横店这么一个嘈杂的环境下，保持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没有人发出声音，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阿亮，开机。给了我们演员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环境，那我们只要用心演戏就好了。
坐下。我和我的这个礼仪指导的团队经常说，我们是《如懿传》和故宫的搬运工，也是穿越的鸿胪寺的官员。出来的队形呢？如懿出来的队形就是如懿在中间，旁边呢？不，他就后面就跟了6个福晋3宝，他们都在外边跪着。哦，已经跪着了。对，已经跪着。开始。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整个清朝的宫廷皇室生活的这些面貌，希望就是这部剧最终展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刀拿住，人走稳，手不要晃，正常往前走。因为礼仪它不是一种单独存在，它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由心而生的一种敬畏。没有任何人能还原历史，那我们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尽量做到离它最近。我希望用视觉能够把观众提前带回到那个年代，带回到那个场景，因为照片本身来讲，它也是时间最好的讲述者。因为讲的也是清宫里边的事情嘛，这个时候难免会想到老的照片。像老照片的那种怀旧的那种感觉，黑白片的那种感觉，它的光影效果也是非常的有质感，每一个首饰，包括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拍出来都非常的震撼。在拍摄的过程中，你都会觉得真的是你也会回到那个年代。我们就是从历史走过来的，清宫里面走过来的妃子们。我觉得从摄影的技术上来讲，也是一个从古到今年代和年代的对话。为什么说是《如懿传》大家庭？就是每天我感觉我过来上班了，然后门口有一个小贴士，每天满满正能量，先迎接你。因为每个人他的每天的一个状态跟心情可能都不一样，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就能稍微把他的心怀打开一点。然后呢，每天有那个今天什么事，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温馨，然后打了特别好的鸡汤血。我觉得这部戏人情味更重一些。各个大家在现场的工作状态，还有跟各部门的同事之间打交道，也可能是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就是感情会更深厚一些。我觉得记忆深刻很多，真的很多，包括跟演员啊什么的，他们的每个摄影拍摄啊，有的时候飙戏什么的，都特别让我感动。我越来越发现，思维越来越开阔了，然后能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担当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比以前强大。失去的是时间，失去的是体力和汗水，但我得到的是承诺和成绩，然后还有就是不断的自我的改变。希望呢，大家不仅仅是了解到《如懿传》的演员、《如懿传》的戏、《如懿传》的导演，可以了解一下在幕后为了这个戏努力的这些人们。所以挺感谢这些主创，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为这个戏贡献了很多，也很敬业，也很专业，而且最重要是他们对这个戏有热情，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但是一部作品究竟能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成果，我就希望这种力量能够传递出去，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得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停，好了，过了啊。我觉得这部戏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少有戏拍那么长，然后大家要一起生活8、9个月，然后包括每天的相处，还有你对你的角色的，因为时间拉得很长，所以你的进入的一个状态是挺难忘的一个戏。私底下就是我呀，包括张嘉宁，就几个妃子，我们比较差不多大年纪的嘛，我们都会嘻嘻哈哈，就很开心。我很珍惜这份友谊，挺舍不得的。已经想着拿旧年的衣裳换钱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动咱们的体己了？
非常善良，然后我们俩特别聊得来。我们俩在现场经常就搂在一起，因为这样可以互相支撑，觉得站起来没那么累。我们3个基本上是连体婴的状态。拍戏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戏给我带来的一个，你能拍这么长的时间的戏，然后收获了一个作品，还能收获一个好的伙伴、好的朋友，多好啊！但现在还没撕呢吧？